这里是杭州万松书院相亲角现场，大龄女生和丈母娘呢都傻眼了，哪怕是贴房贴车也很难嫁出去了，年龄呢成为了最大的坎。各位朋友们，我是婚姻红娘凤姐，今天来跟大家唠唠相亲圈里那些超现实的事儿，保证让你时而捧腹大笑，时而陷入沉思。咱先说说这80后的未婚女生啊，我现在基本都不收了，为啥呢？除非你能接受离异的，不然真没啥戏。为啥这么说呢？你想想啊，这80后的未婚女生，年龄摆在那儿呢，选择面那叫一个窄啊，成功率低的可怜。肯定有人要说我说话不好听，可这就是市场决定的呀。我之前就说过，希望女生能早点结婚，千万别拖到30岁。嘿，那期视频一出来，评论区里可热闹了，要你管，宁可不嫁也不错，嫁不将就。女人过了30岁依旧活得精彩，二婚带娃我照样找高富帅。行啊，姑娘们，维持着你们最后的倔强。但说真的，想法太丰满可不行哦。有个大龄女生，今年33岁了。3年前，她28、9岁的时候，可着急着让我给她介绍对象呢。那时候，人家在事业单位上班，有房有车，长得也漂亮，条件这么好，想认识她的男生自然不少。她当时说择偶要求不高，就想找个有眼缘的，体制内上班的就行。听起来多合理呀，可一介绍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儿。介绍个身高172的事业单位男生，他嫌人家矮；来个身高185的老师吧，又嫌人家太瘦太高像竹竿；公务员呢，嫌人家讲话不好听，不想被拿捏。好不容易介绍个各方面都差不多的，又嫌人家忙没时间陪他。我的天哪，这几年下来给他介绍了不下20-30个吧，各种理由不合适。手不好看都能成为理由，不是他看不上别人，就是别人看不上他。就这么折腾到现在33岁了，跟我说他后悔了。现在不管谁，只要条件不差他就嫁，急着结婚呢。这女生还来问我，为啥我这边的资源越来越差了？宝贝啊，您真的是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和你同龄差不多的男生基本都结婚了呀，剩下那几个条件不错的，又嫌你年龄大，还不甘心呢，嘴上说不要什么条件要求，只要人好就行，结果还想捡漏，找个几千度近视的高富帅。有时候遇到合适的让他去接触看看，又说难，错过了又后悔。想吃回头草吧，人家孩子都有了，多没意思啊。行吧，那就再等等呗。这2天日子又好，他家谁谁谁亲戚有个比他小7岁的表妹结婚了。完了，崩溃啊，焦虑的不行，觉得自己嫁不出去了。咱得承认，有很多大龄女生单拎出来确实比好多男生都强，能赚钱。但这是相亲市场啊，你要比的不是经济价值，而是性价值和情绪价值。相亲市场里，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年龄，别因为忙，因为想着赚钱就耽误了自己。聪明的女人早在年轻的时候就下手了，你不找，耽误的是你自己。大龄女生呢，真要是遇到条件合适的，就千万别再作再闹了，好好珍惜，早点结婚，不然真错过了没地方哭去。女生超过35岁，即便你再主动，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喽。在广州这样的1线城市，静下心来的女士很多都是高学历，有车有楼，还有很多是专注于工作的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些女孩应该很容易找到对象才对。可你们会发现，因为年纪大了，就比如一个37岁的女生跟我说，她奋斗了这么多年，现在有车有楼，年薪都在30万以上。但是超过35岁以后啊，相亲特别困难，很多人连面都不肯跟她见。年轻的时候，她是个傲娇的小公主，男生追她，她都得先看人家能付出什么，再看自己心情，然后决定给不给这个男生机会。可现在呢，相亲都是她主动开车去离男方比较近的地方见面，主动找话题跟男方聊天。至于约会吃饭，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主动买单或者 AA， 觉得自己够主动了吧，可男生对她还是爱理不理。上个月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男士，虽然离过婚，好在没有孩子。她心想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，把这个男生追到手。约会前几天还专门去做了面部护理，约会当晚精心打扮了3-4个小时。结果约会完，男生送她回家，她主动问男生要不要上去坐一下，
却被直接拒绝了。而且男方还旁敲侧击地问她，如果结婚的话，她肯不肯做生育力检查？说到底还是担心她生不了孩子，她觉得很受打击，也很后悔没有趁年轻的时候好好找对象。现在年纪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没有主动权，她说自己现在已经降低要求了，对方比自己大8岁以内都可以接受，甚至带小孩的也可以接受。年轻的时候爸妈催她找对象，现在爸妈都对她不抱希望，不再催了。她是独生女，现在还有爸爸妈妈陪着她，很担心爸爸妈妈走了之后自己一个人孤孤零零的，生了病也没人管，有烦心事都不知道跟谁说。听到她的经历，我真是感叹不已啊。咱再说说那些一直排斥相亲，觉得找对象随缘就行，不积极的年轻女孩。年轻的时候能找对象就尽量找，女生要珍惜短暂的青春啊，回家去选一个合适你的。你年轻的时候有大把男生追你，任你挑选，可一旦过了35岁，即使你再主动，人家也未必肯给你机会了。就有人说了，你给我介绍那个超过30岁的大龄剩女，我坚决考虑不了。你多大呀？我36啊。你80后36了，人家姑娘91年的才33，有啥接受不了的呀？以前他也是这种想法，相了几个大龄剩女之后，发现30岁的女生大多有钱，但颜值开始走下坡路了，还觉得自己跟照片长得一样，明明美颜都拉到头了，还天天嫌弃这个男的丑，那个男的丑，搞得谁都配不上他。再有啊，这种女生性格大多数都不好相处，你想想，但凡有个女人不是特别丑的情况下，肯定有男生去追，她长得也行，为啥没人追呢？那肯定就是性格不好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们心中根本就没有爱情，全是条件，上来就问你有没有房，有没有车，工作在哪儿，什么学历，工资多少，稳不稳定，也不问问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，或者聊不聊得来，就在乎条件。这个年龄的女生一旦接触过一个条件不错的男生，就会觉得自己是被雄鹰保护过的女人，根本看不上我们这些土狗。哎呀，说什么年龄大了有钱了可以找00后小奶狗，那我来跟你们说说，男的找小姑娘跟女的找小奶狗有啥区别。之前啊，我知道一些所谓的大哥就喜欢包养漂亮的大学生小妹妹，这些大哥基本上都有家庭，但是给小妹妹们1个月10万块钱随便花，出差旅游都非常有面子。可如果小妹妹想去拴住这个老大哥，大哥就会说，你可以找男朋友，可以嫁人，但是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在我身边就行，钱照样给你花，要是有一天你要离开，跟我说一声就行。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男人比女人多太多了。你说女人能1个月给男人花10万，还能让他去找其他小姑娘吗？我可不是贬低女生啊，你看这一到逢年过节，女生就会要求男生给她买草莓塔，秋天第1杯奶茶，还要转账。有几个女生说主动给男朋友买礼物呢。来问我最多的就是相亲男生不给我花钱怎么办？女人到底有几个是想为男人付出的呢？现在就连结了婚之后做点家务都说给男人做免费保姆，所以啊，想养小奶狗，你要是不婚不育图他青春也就算了，而且你得有高情商才能拿捏得住，不然就给人家当妈去了。就算真往结婚方面考虑，就算他傻，他的父母亲戚朋友可都不傻，到时候结了婚生了孩子，人家拿你的钱去找年轻漂亮小姑娘，你咋办？所以啊，女生们还是清醒一点，有那功夫不如去提升自己，就算谈小奶狗，咱也得有真功夫才能拿捏得住。兄弟们，大龄剩女不是谈资，也不是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大龄剩女变成谈资了呢？就是从一部分大龄单身女性顶着大龄剩女的标签，在互联网上开启大龄剩女相亲的赛道，再到王婆在各地开始直播相亲的时候，我们确定了，原来那些网络上的大龄剩女离谱的要求不是编的，都是真的。随着大量新闻爆出退婚不退彩礼，离婚不退彩礼，让更多的人知道，原来大龄剩女就是一帮只知道索取，不愿意付出的老女人，你想捞却没捞到，当然就成了笑料了。现在有一些人把一个人结不结婚作为这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，对大龄女性不结婚恶意很大。大龄女性不结婚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不愿意向下兼容，宁愿自己一个人吃好喝好，谁愿意找个比自己差一点的呢？
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找个多有钱的，但总有一部分人认为大龄剩女结婚难，就是因为拜金，爱慕虚荣，想攀高枝，想嫁高富帅。结不结婚肯定不是判断是否成功的标准，但是自己穷，却说不给多少彩礼就不嫁了，那肯定是拜金女。自己条件一般，却要求没有大房子，没有体面工作就不嫁了，那肯定爱慕虚荣。自己生活在底层，却想着通过婚姻实现阶级跨越的，肯定就是攀高枝。自己什么都是一般，却想找个1.8米有钱的帅哥，那不就是想找高富帅吗？你自己都不愿意向下兼容，凭什么别人兼容你呢？而大龄剩女这个群体，就是那些想结婚却提出离谱要求的群体，要不然早嫁出去了，何谈剩女呢？更有一些恶毒的，把我们比喻成白菜帮子、老白菜、烂白菜，10点以后的菜市场。全体男的不都被贴上渣男的标签了？什么恶婆婆呀，婚姻是男性压迫女性的制度啊，恶臭男呀，下头男呀，抠搜男呀。在一部分人的眼里，如果一个女人嫁了一个条件没有那么好的男人，他们就认为这个女人是好女人，值得歌颂，值得赞美，是伟大的，是可歌可泣的。如果嫁了一个条件很好的男人，那这个女人一定是拜金的，一定是爱慕虚荣的，仿佛他们生下来的使命就是应该陪男人吃苦，陪男人白手起家，他们不配坐享其成，不然就是应该被唾弃的。一个女人愿意嫁给条件一般的男人，我们肯定赞美啊，他们的幸福就是标杆啊。我们知道一个家庭的幸福，除了找一个这样好的女人之外，我们还要成为这样好男人，而这样的男人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对于榜样，我们为什么不歌颂呢？而那些拜金、爱慕虚荣的捞女，是一定想要嫁给条件很好的男人的。这些捞女就是想坐享其成。可是坐享其成的女人里面有些不是捞女，怎么分辨呢？她捞钱跑路的时候才幡然醒悟，这个人是捞女吗？而愿意和男人过平凡生活，平凡生活中愿意和男人一起努力，把小家庭经营得越来越好的女人，大概率肯定不是剩女。而对于一个只想坐享其成、疑似捞女的存在，我们干嘛不唾弃她呢？说这么多，只是想呼吁大家能理解大龄剩女想结婚的处境和原因。我们不是不想结婚，谁会拒绝幸福呢？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困扰啊。我们30多岁了，第一没有结婚，第二还得不停上班，不敢停下来，一停下来可能就没饭吃了。然后还得考虑这个年龄还没生孩子，得赶紧结婚，赶紧生孩子。我们需要的是被理解，不是同情。哎呀，我最近遇到一件超级头疼的事情。我快40多岁了，一直没结婚，很着急，所以就和我老婆结婚了。我老婆在没认识我之前也是大龄剩女，37岁嫁给我，今年38岁了。前一段时间她连续3个多月没来例假，我们可惊喜了，以为怀孕了，开开心心去医院检查。结果呢，不是怀孕，而是绝经了，以后也没办法生育了。我的天哪，我一个老光棍，一次婚没结过，娶个老婆不能生育，那我不就没后代了吗？这对我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啊。我跟他感情很好，我很爱他，他对我也非常好。但我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个孩子，给我老爸老妈抱孙子，没办法，只能离婚了。我老婆也很委屈，她不相信会这样，毕竟事情太突然了，谁都难以接受。但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能怎么办呢？我娶她的时候花了18万，离婚的时候我会给她36万作为补偿费，我也算对得起她了。她才30多岁，年龄说大也不大，完全可以再嫁给一些离过婚带娃的男人，这样也能有幸福生活。而我必须得重新找一个能帮我生孩子的。这件事情也给现在的年轻人提了个醒，差不多就得了，不要要求太高，不要要车要房，要几十万彩礼。我老婆要是当时没有这些要求，现在说不定都有好几个孩子，有个幸福的完美家庭呢。现在她自己还觉得委屈，在家里哭着不同意离婚，但没办法，不能生孩子，我肯定得离呀。所以啊，面对现实吧，该离就离。咱这相亲圈啊，真的是充满了各种酸甜苦辣。大龄剩女们有自己的无奈，男人们也有自己的考量，但不管怎样，大家都要珍惜眼前人，把握好机会，别因为一时的任性或者要求太高而错过了幸福。毕竟婚姻不是一场交易，而是2个人相互扶持，
共同走过一生的旅程。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别让年龄成为爱情的绊脚石。哈哈，凤姐就说到这儿啦，大家好好琢磨琢磨吧。